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Michael Mauboussin 的实力、运气与成功。Michael Mauboussin 长期担任知名投行美盛集团 Legg Mason Capital Management 的首席投资策略师，他将数十年对金融市场与竞技体育的数据分析经验沉淀成了这部探究成功本质的著作。这本书核心在于帮助投资者认清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参与的这场金融游戏并不是单纯靠努力就能稳赢的纯实力活动，也不是纯粹看命的抛硬币游戏，而是一个充满随机性的复杂领域。想要在这个领域里持续盈利，必须先弄清楚哪些环节在受控的实力范围内，哪些部分仅仅是运气在作祟。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市场时，最容易出现的认知偏差就是把偶然的收益归结为自己的判断，把暂时的亏损归咎于市场的不公。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从投资的底层本质开始谈起，理清实力与运气的权重。在探讨金融市场的成败之前，我们需要先纠正一个根深蒂固的常识错觉。人们通常认为，如果一项活动越来越专业，参与者的能力越来越强，那么实力将完全主导结果，运气的成分会逐渐消失。然而，真实世界运行的规律恰恰相反，这被称为实力悖论 （Paradox of Skill）。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观察职业体育的发展轨迹。在1941年，波士顿红袜队的球员 Ted Williams 创下了 40.6% 的单赛季安打率。自那以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ajor League Baseball 再也没有任何球员能够打破 40% 的安打率大关。如果仅看这个结果，大众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现代球员的水平退步了，远不如几十年前的传奇球星。但演化生物学家 Stephen Jay Gould 在对历史数据进行详尽分析后，得出了个完全相反的结论：现代职业棒球的选拔范围已经扩大到全球，球员的营养摄入、力量训练以及生物力学分析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联盟中所有球员的平均能力及绝对实力出现了巨大的飞跃。由于每一位投手和击球手都接受了最顶尖的训练，球员之间能力的差距被大幅压缩。在统计学上，这意味着安打率的标准差显著缩小了。当防守方的平均水平大幅提升时，击球手想要取得远超平均水平的极端成绩就变得几乎不可能。在大家实力都高度接近，彼此都处于顶尖状态的竞技场里，一次击球的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一阵微风的扰动、球棒接触点几毫米的偏差，或者一点点不可预测的临场运气。这就是实力悖论的核心机制。绝对实力的普遍提高必然导致相对实力的差异缩小，从而让运气的权重在决定最终名次时变得空前巨大。这套逻辑在投资市场中展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在20世纪60、70年代，股票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个人投资者。在那时，少数掌握专业知识、能够深入研读公司基本面的机构投资者拥有巨大的相对实力优势，他们可以轻易地利用普通人的认知盲区和信息滞后，获取丰厚的超额回报。但到了今天，市场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上绝大多数的交易量由机构投资者完成，他们配备了常春藤名校毕业的分析师、运算速度极快的超级计算机以及毫秒级的实时数据终端。整个市场的绝对实力水平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当一群同样聪明、同样努力、拥有同样信息渠道的专业基金经理在一起博弈时，他们之间的相对实力差距实际上薄如蝉翼。每一次微小的定价错误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无数个自动化程序抹平。在这样一个高度内卷、实力趋同的环境中，某一位基金经理在特定年份里能够跑赢市场，很大一部分原因并不是他的分析模型比同行高明多少，而是他恰好站在了宏观运气分布的有利一侧。认清实力悖论，
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那种依靠寻找最聪明的基金经理就能稳赚不赔的幻想。在顶尖高手的牌桌上，运气分配的随机性才是左右短期账面数字的最强力量。既然投资是一项运气权重极高的活动，那么它的结果分布必然服从一个基础的统计学规律：均值回归 （reversion to the mean）。这个概念最早由19世纪的科学家 Francis Galton 在研究遗传学时提出。他通过测量甜豌豆的尺寸以及人类父母与子女的身高，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即使父母的身高都远超普通人，他们子女的身高虽然依然偏高，但往往会比父母矮一些，呈现出向整个人类群体平均身高回落的趋势。反之亦然。只要一项结果是由实力和运气共同决定的，那么极端的表现就很难在下一次测试中完美重现。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均值回归就像是无处不在的重力，无声地拉扯着每一份光鲜亮丽的财务报表。我们可以考察企业的一个核心财务指标——投入资本回报率。通过对数千家上市公司长达10年的财务数据追踪，呈现出一个非常清晰的轨迹。那些在初期处于投入资本回报率最高 20% 区间的企业，在接下来的5年到10年内，其回报率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下滑，逐步向全市场的平均资金成本靠拢。同时，那些回报率垫底的企业，如果能够幸存下来，其盈利能力也会逐渐回升。这种现象的背后有着坚实的商业逻辑支撑。当一家公司由于推出了爆款产品或恰好踩中了时代风口，获得了远超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时，这种极端的成功必然是由强大的实力和极佳的运气共同造就的。然而，高额的利润就像鲜血吸引鲨鱼一样，会迅速引来大量竞争对手的模仿。资本会疯狂涌入这个赛道，增加市场供给，引发价格战。同时，由于企业自身规模的膨胀，管理成本也会随之攀升。实力的优势可能会保留，但那种罕见的好运气以及理想的市场真空期不可能永远维持。随着好运的消退和竞争的加剧，超额利润必然回归平庸。然而，金融市场里的普通参与者往往对均值回归毫无防备。人类大脑习惯于线性外推，当看到一家公司连续3年业绩翻倍，或者一只公募基金连续2年排名行业前列时，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这种趋势会永远持续下去，并愿意为此支付极高的溢价。但在买入的那一刻，往往就是运气成分达到顶峰，均值回归引力开始发挥作用的转折点。随之而来的便是业绩增速的放缓和股价的戴维斯双杀。理解均值回归的意义，并不在于精准预测下一次下跌何时到来，而在于建立一种概率防线。它提醒我们在面对那些短期内创造了耀眼业绩的明星资产时，必须保持克制，不要把由偶然运气叠加产生的极端峰值错当成企业可以永久维持的常态。在面对均值回归带来的业绩波动时，为何无数经验丰富的分析师依然会看走眼？这就不得不提到大脑为了逃避随机性而产生的认知缺陷——光晕效应 （Halo Effect）。这个概念由心理学家 Edward Thorndike 在评估军队军官的实验中发现。他注意到，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表现出色，观察者就会自动为他加上一层光环，认为他在所有其他方面也同样完美。学者 Phil Rosenzweig 将这一理论引入了商业分析领域，揭露了财经媒体和投资界最常见的归因谬误。在商业世界中，光晕效应的运作方式非常简单，人们习惯于根据一家公司当前的财务结果和股价表现，去反推并评价它的企业文化、战略眼光和领导团队。如果股价在涨，所有的管理行为都是天才之举；如果股价在跌，同样的行为就会被斥为愚蠢透顶。思科 Cisco Systems 在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遭遇，是展现光晕效应最经典的案例。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狂热，思科的产品供不应求，股价一路飙升。当时的商业杂志和学术期刊对这家公司不吝赞美之词，他们将思科频频发起的外部收购称赞为敏锐捕捉新技术的伟大战略，将其权力下放的管理模式表扬为极具创新和活力的企业文化。首席执行官更是被奉为新经济时代的管理神明。然而，当2001年科技股泡沫破裂，宏观经济环境骤变，客户削减了资本开支，思科的股价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在短短几个月内，同样的商业媒体立刻变换了口风。曾经被誉为伟大战略的频繁收购，现在被批评为盲目扩张和缺乏财务纪律；曾经备受推崇的权力下放，现在变成了管理混乱和缺乏控制的证据。事实上，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思科内部的管理人员没有变，企业文化没有变，执行的战略框架也没有变。唯一发生改变的是宏观经济的运气和最终的财务指标。光晕效应的可怕之处在于，它用一套看似合理的叙事掩盖了运气在商业成败中的巨大作用。当我们看到一家成功企业时，大脑无法接受他们只是刚好在正确的时间做了一件普通的事这种带有随机性的解释。我们必须为这种成功找到一个英雄般的原因。投资者如果轻信这些由结果到推出来的美丽故事，就会在公司光环最盛、股价最高的时候买入。想要在市场中保持清醒，就必须强行剥离这层光晕，停止通过短期的涨跌去评判一家公司的质地。我们需要认识到，许多伟大的商业胜利并非源于无懈可击的管理魔法，而是源于实力与时代机遇的一次偶然碰撞。只有看穿了故事背后的概率本质，我们才能避免在喧嚣的喝彩声中成为最终的接盘者。在认清了运气在投资中的巨大比重之后，我们需要一套具体的思维工具来规范决策。在面对一项投资选择时，人类的大脑会自动切换到一种被称为内部视角 （inside view） 的模式。内部视角要求我们尽可能详尽地收集目标企业的所有细节，比如仔细研读它的最新财报，分析它的新产品管线，考察高管团队的过往履历。这种做法看似严谨，实际上却往往会让投资者陷入一种控制错觉 （illusion of control）。当你掌握了关于一家公司的海量信息碎片时，大脑会产生一种虚假的掌控感，让你误以为自己能够准确预测这家公司的未来走向，从而完全忽视了商业环境本就充满了无法预知的外部变量。心理学家 Daniel Kahneman 和 Dan Navallo 敏锐地指出了这种认知缺陷，并提出了外部视角 outside view 的概念。外部视角要求我们完全放下手头这个特定案例的细节，跳出当前的具体情境，去查看在历史长河中所有与当前情况类似的事件，它们的最终结果是如何分布的。我们可以看一个在商业界极为普遍的现象：企业并购。当一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决定斥巨资收购另一家企业时，他们通常使用的是内部视角。他们会聘请庞大的顾问团队，详细论证两家公司合并后能产生多少渠道协同效应，能削减多少运营成本。在精美的幻灯片和详尽的财务预测面前，管理层对并购的成功充满了绝对的自信。然而，如果我们切换到外部视角，去查阅商业历史的客观统计数据，结论却令人大跌眼镜。多项长期的商业研究表明，在所有的企业大型并购案中，大约有 60% 到 80% 的并购最终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协同效应，反而摧毁了收购方股东的价值。为什么专业人士也很难切换到外部视角？因为人类天生具备叙事偏好，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亲手挖掘到的信息，更愿意相信自己正在经历的这个投资案例是与众不同的。但事实是，
内部视角往往建立在有限的样本和过于乐观的主观预期之上，而外部视角则是基于无数前人在同样的商业困境中留下的大样本历史轨迹。建立外部视角的习惯，就是强制自己承认，你所看好的这家公司或者你所面临的这笔交易并没有那么特殊，它大概率只是历史统计分布图上的一个普通数据点。通过这种视角的切换，投资者才能从盲目的信息自信中清醒过来，规避掉那些因为过度乐观而被严重高估的投资陷阱。外部视角是一种思维方式，而将这种思维方式落地的数据标尺就是基准率 （base rate）。基准率本质上是一个特定事件在相似群体中发生的历史基础频率。在做出任何关于未来的财务预测之前，如果不先去查阅该领域的基准率，就如同在没有导航设备的情况下航海，纯粹是在拿自己的本金做赌博。在金融分析中，无视基准率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当投资者看到一家企业连续3年实现了 20% 的营业收入增长时，分析师往往会利用内部视角，将这种 20% 的高增长率线性外推到未来的5年甚至10年，并据此给出一个极高的目标股价。然而，在所有上市企业中，能够连续10年维持 20% 以上销售增长率的公司，其比例还不到 3%。这意味着，当分析师轻松地在测算模型中填入长期高增长的预期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押注一个在统计学上发生概率极低的罕见事件。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我们对基金经理的挑选。根据标准普尔 S&P Global 发布的 SPIVA 积分卡数据，在长达15年的考察周期里，接近 90% 的美国大盘股主动管理型基金，其业绩表现都未能跑赢同期的基准指数。这个数据就是每一位试图通过购买主动型基金来获得超额收益的投资者所必须面对的真实基准率。当你准备买入一只近期业绩排名第一的基金时，你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你正在挑战一个失败率高达 90% 的概率游戏。掌握基准率的目的，并不是要抹杀投资中的所有乐观预期，而是为了让你在做决策时拥有一张清醒的底牌。当直觉告诉你某项投资有极高的胜算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立刻按下买入键，而是反问自己，在历史上类似的商业情境中，真实的成功率到底是多少？如果历史的基准率只有 5%， 那么你手里的这家公司究竟凭什么能够成为那少数的例外？基准率像是一面客观的镜子，它强迫我们放弃对特殊性的偏执，回归到大样本的概率分布中去评估资产。在金融市场里，最昂贵的4个字往往是这次不同，而基准率正是防范这种错觉的最佳武器。它让我们的资金决策不再建立于虚无缥缈的愿景之上，而是扎根于坚实的统计学土壤之中。当我们认清了投资环境中的运气成分，并学会了利用基准率来寻找概率优势之后，投资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就落在了资金分配上。既然每一次单笔投资的结果都带有不确定性，那么我们该如何决定下注的金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入著名的凯利公式 Kelly Criterion。 这个公式由贝尔实验室 Bell Labs 的科学家 John Kelly 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最初是为了解决长途电话信号中的噪音干扰问题，后来被广泛应用于投资和概率博弈领域。凯利公式的核心作用是根据你掌握的胜率和赔率，计算出一个最优的资金下注比例。它的核心思想是在追求长期资金增长率的同时，尽量避免单次下注过大带来的本金归零风险。在投资实践中，凯利公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导准则：你的投资仓位大小必须与你在这笔交易中拥有的概率优势严格匹配。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处于初创期的科技公司，行业的基准率告诉你这类公司的死亡率极高。
即使一旦成功就能获得10倍的回报，但由于胜率太低，不确定性极大，凯利公式会告诉你，只能在这笔交易上分配极小比例的资金。这种环境下的策略就是广泛分散，用少量的筹码去试探高风险的运气。相反，如果你通过深入的资产负债表分析，发现了一只被市场恐慌情绪错误抛售的优质债券，这只债券有充足的实物资产作为抵押担保，基准率和基本面数据共同表明，这笔投资发生永久性本金损失的概率微乎其微，而预期回报却非常可观。在这种胜率和赔率双重占优的高确定性环境下，凯利公式就会指示你可以分配更大比例的资金，进行适度的集中投资。普通投资者亏钱的一个常见原因，就是在没有弄清基准率的情况下，将大量的本金压注在高随机性、低胜率的资产上。他们把投资当成了只需要买定离手的轮盘赌，而专业的投资者则是运用凯利公式的思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经营概率的精算师。他们知道单次的亏损是概率分布中的正常现象，只要确保每一次下注的金额都与真实的数学期望相符，并严格控制可能导致本金归零的风险敞口，长期的复利效应自然会显现。这套基于概率和资金管理的科学体系，使投资者从受情绪摆布的市场参与者蜕变为真正懂得掌控风险的专业人士的必经之路。当我们学会了利用基准率来寻找优势，并用凯利公式来分配资金后，在实际操作中，投资者依然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如何评估自己的决策是否正确？人类的大脑习惯于通过结果来导推过程。在跑步、体操这类几乎由纯实力主导的领域中，这种逻辑是成立的，因为好的过程必然带来好的结果。然而，在投资这种包含巨大运气成分的复杂环境中，如果继续采用以结果论英雄的思维，就会陷入严重的结果偏见 （outcome bias）。为了建立专业的投资纪律，第一步必须将决策过程 （process） 与决策结果 （outcome） 进行清晰的区分。我们可以将日常的决策划分为一个二维矩阵：好过程与坏过程，对应好结果与坏结果。当好的决策过程带来好结果时，这是应得的回报；当坏的决策过程带来坏结果时，这是咎由自取。这两种情况很容易理解，但真正考验并往往摧毁投资者的是另外两种交叉情况：运气不佳与盲目的运气。我们可以用21点 Blackjack 这个经典的概率游戏来具象化这个矩阵。假设在牌桌上，你手里的牌面总和是17点，而庄家亮出的一张明牌是6点。根据经过无数次计算机模拟得出的基准率，此时最正确的决策过程是停牌，因为庄家爆牌的概率极大。如果你选择要牌，这就是一个明显糟糕的决策过程。但如果在这种坏过程下，你恰好抽到了一张4点，凑成了21点，并赢得了筹码，这就是典型的盲目的运气。如果在金融市场中，一个投资者在没有阅读任何财务报表，仅仅听信了一个内幕消息的情况下全仓买入一只股票，随后这只股票因为毫无关联的突发收购案而暴涨，这就等同于在17点时要牌并抽中了4点。短期来看，盲目的运气确实带来了真金白银的账面盈利，但危险之处在于，如果投资者被这个好结果所欺骗，认为自己的内幕消息交易法是一种实力，并在未来不断重复这种坏过程，概率的法则最终会让他输光所有的筹码。相反，如果你经过严密的基准率分析和安全边际测算买入了一项优质资产，却因为突发的宏观黑天鹅事件导致短期亏损 20%， 这是一个运气不佳的坏结果，但你的决策过程依然是完美的。真正的专业投资者只会根据决策那一刻的信息质量和逻辑严密性来评估自己，绝不会因为一次倒霉的亏损而放弃正确的分析框架，更不会因为一次盲目的走运而沾沾自喜。
学会在顺境中质疑运气，在逆境中坚持过程，是建立投资纪律的基础。将过程与结果解耦之后，我们需要一个核心的数学指标来指导这个过程，这就是期望值 （expected value）。在金融市场里，大多数普通投资者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种能持续预测涨跌的高胜率策略，他们渴望每一次买入都能获利。然而，这种对胜率的过度执着，恰恰暴露了对概率常识的匮乏。投资的核心目标不是提高猜对的频率，而是提高决策的整体数学期望值。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参考职业赛马领域的运作逻辑。Stephen Chris 是一位顶尖的赛马分析专家，他指出，业余赌徒在赛马场上总是试图去寻找那匹跑得最快、最有可能赢得比赛的马，但职业玩家的视角完全不同。职业玩家寻找的是那些赔率被大众错误定价的马。假设通过对过往数据的严密分析，一匹马在当前场地和天气下的真实获胜概率是 20%。如果大众并不看好这匹马，导致博彩盘口给出的赔率高达10赔1，这意味着盘口隐含的获胜概率只有不到 10%。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这匹马有 80% 的概率会输掉比赛，单次胜率极低，但由于潜在的赔付空间远远大于风险成本，把资金压在这匹马上，就是一个具有正向期望值的决策。将这个逻辑平移到股票市场中同样适用。假设你正在评估一家陷入困境的制造企业，通过外部视角和基准率分析，你发现这类企业破产清算的概率高达 70%， 此时你的本金将损失 30%， 但它有 30% 的概率能够重组成功，一旦成功，股价将上涨3倍。尽管从单次事件来看，你面对的是大概率的亏损，但通过期望值公式计算，这项投资的整体数学预期依然是大幅为正的。相比之下，很多投资者喜欢追逐那些被媒体热捧的明星科技股，这些公司的盈利确定性看似极高，胜率可能高达 90%， 但由于所有的乐观预期都已经被计入了高昂的股价之中，未来的上涨空间可能只有 5%， 而一旦业绩稍微不及预期，估值泡沫破裂带来的下跌空间可能高达 50%。 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很安全、胜率很高的投资，由于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其真实的期望值往往是负的。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对确定性的本能偏好，我们讨厌亏损和失败。但在金融市场中，这种追求心理安慰的本能会引导我们去购买昂贵且低期望值的资产。建立纪律就是要求我们克服对单次低胜率的恐惧，机械地去执行那些经过严密计算的正期望值交易，让大数定律在实践的复利中为我们工作。理解了期望值的原理，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在实战中完美地执行它。在市场剧烈波动、账户资金大幅缩水时，投资者承受的心理压力不亚于急诊室里抢救病人的医生，情绪极易压倒理智。为了确保决策过程不变形，我们必须借助外部工具建立一套能够强制纠偏的系统。这套系统的2大支柱就是核对清单 （checklist） 与决策日志 （decision journal）。核对清单的力量已经在医学界得到了震撼性的证实。2001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 Johns Hopkins Hospital 的重症监护室主任 Peter Pronovost 医生，针对中心静脉导管插入手术，制定了一份非常简单的5步核对清单，包括医生洗手、用氯己定对病人皮肤消毒等常识性步骤。他要求护士在旁监督，如果医生漏掉任何一步，就必须停止操作。在执行清单之前，该手术的导管感染率高达 11%， 而执行清单仅仅1年后，感染率几乎降到了0。这个简单的系统工具在当时避免了43起致命感染，为医院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在投资中，核对清单的作用完全相同。
当你因为市场恐慌或错失恐惧而想要立刻交易时，清单会强制你停下来，逐一确认是否查阅了该行业的历史存活基准率，安全边际是否达到 30%。 这些强制的停顿能有效切断情绪对执行过程的干扰。除了清单，应对复杂市场的另一件利器是决策日志。人类的大脑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被称为后见之明偏误 hindsight bias。 当一笔交易赚钱后，我们会在记忆中篡改当初的想法，认为自己早就预见到了所有的利好。当交易亏损时，我们又会说服自己这完全是不可抗力的黑天鹅事件。这种记忆的欺骗性让投资者永远无法从真实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决策日志要求你在按下买入或卖出键之前，详细写下当前的宏观背景，你所依赖的具体基准率数据、期望值的计算过程、你预设的止损退出条件，以及你此刻是处于贪婪还是恐惧的情绪状态。这就形成了一份不可篡改的时间胶囊。几个月或几年后，当你对照日志进行复盘时，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将无所遁形。如果股票翻倍了，但上涨的原因与你日志中写下的逻辑毫无关系，系统就会诚实地告诉你，这只是盲目的运气，不值得骄傲。如果股票大跌，但触发了你日志中早已写明的风险预案并严格止损，系统也会判定这是一次合格的防守。通过核对清单规范当下的操作，通过决策日志验证过去的逻辑，投资者就能在混乱无序的市场中构建起一个不断进行自我修正和进化的反馈闭环。实力、运气与成功是一本帮助投资者在充满随机性的市场中建立概率思维的实战指南。它打破了人们对短期高收益的盲目崇拜，揭示了实力悖论与均值回归的客观规律。在投资这场混合了大量运气成分的博弈中，仅凭直觉注定会让人付出高昂的学费。通过引入基准率来寻找真实的概率底牌，并用核对清单与决策日志将决策过程与结果相剥离，我们才能从被动承受波动的盲目参与者蜕变为主动经营概率的专业人士。这不仅是一套投资工具，更是一场关于如何对抗人类认知本能，在不确定性中建立秩序的心智修行的指南。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获得最稳健的回报。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